If you could follow this story without breaking a sweat, your Chinese is officially good enough to survive and thrive in China. Let's learn Chinese the natural way. Just like a native speaker, let's dive in. 在非洲的大草原上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，名字叫荣耀国，就是光荣的国家。那里有高高的山，山上有巨大的石头，那些石头看起来像王座。那里还有绿色的树，清澈的河流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动物，大象、长颈鹿、斑马、羚羊，各种各样的动物都快乐地生活在那里。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金色的阳光洒在草原上，一切都闪闪发光。荣耀国的国王是一只非常强大的大狮子，他的名字叫木法沙。木法沙不仅强壮，而且非常善良、聪明。他保护着所有的动物，让它们可以安全地生活。他规定，每个动物都要按照自然的规律生活，不能随便捕猎，也不能破坏草原。所有的动物都尊敬他，爱戴他，因为他是一个好国王。每天早晨，木法沙都会站在高高的石头上，看着他的王国，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来，然后深深地吸一口气，说：新的一天开始了。他的声音很深沉，很有力量，在草原上回荡。木法沙有一个妻子，她的名字叫莎拉碧。莎拉碧是一只漂亮的母狮子，她的眼睛很温柔。有一天，莎拉碧生了一只小狮子，小狮子的名字叫辛巴，也是未来的国王。所有动物都在等待他的出生。辛巴出生的那一天，荣耀国所有的动物都来了，他们站在大石头下面，抬头看着拉菲奇，荣耀国的智者，把辛巴高高地举起。阳光照在小辛巴的身上，辛巴的毛是金黄色的，眼睛又大又圆，非常可爱。动物们都开心地欢呼起来。大象用鼻子吹号角，鸟儿在空中唱歌。那一天非常快乐，整个荣耀国都在庆祝。小辛巴慢慢长大了，他每天都跟着爸爸在草原上散步，学习很多本领。木法沙教他怎么慢慢靠近猎物，怎么在草丛里隐藏自己，怎么听风的声音。辛巴非常崇拜爸爸，他觉得自己长大以后一定要像爸爸一样，做一个伟大的国王。他经常问爸爸：爸爸，我们是不是永远都会在一起？木法沙总是笑着说：当然，辛巴，我会永远保护你。有一天，木法沙带着辛巴去荣耀国的边界，那里有一个小山坡，站在山坡上可以看到整个王国。木法沙对辛巴说：辛巴，你看，阳光照到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国土。作为国王，我们不能去所有的地方，但是我们要保护所有的动物。辛巴说：爸爸，什么是保护？木法沙说：保护就是让每个动物都能安全地生活，不被伤害。木法沙还告诉辛巴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叫做生命循环。他说：辛巴，我们狮子吃羚羊，但是羚羊吃草。当我们死后，我们的身体会变成草，然后又被羚羊吃掉。这就是生命的循环，我们都要尊重这个循环，不能破坏它。但是荣耀国还有一只狮子，它的名字叫刀疤。刀疤是木法沙的弟弟，也就是辛巴的叔叔。刀疤长得跟木法沙不一样，他的脸上有一道很长的伤疤，看起来有点可怕。他的毛是深褐色的，眼睛是绿色的，总是带着恨意。他走路的时候很慢，声音沙哑。刀疤非常嫉妒木法沙，他觉得木法沙什么都比他好，比他强壮，比他受大家欢迎，还当上了国王。刀疤觉得自己聪明，更应该当国王。他每天都很生气，觉得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了，不想看到辛巴成为国王。他想自己坐上那个石头王座。有一天，刀疤去找一群猎狗，猎狗长得像狗，但是更瘦，毛更乱，
叫声很难听。他们住在荣耀国外的黑暗山洞里，平时不敢到荣耀国来，因为木法沙不让他们乱捕猎。但是刀疤对猎狗们说：“你们饿吗？你们想吃肉吗？”猎狗们说：“当然想，但是木法沙不让我们随便吃。”刀疤说：“如果我当上了国王，你们就可以随便的在荣耀国吃东西了。但是你们要听我的命令，我是最聪明的。”猎狗们听了非常高兴，他们说：“好，我们帮你。”刀疤开始想一个坏计划，他想杀死木法沙和辛巴，然后自己当国王。他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辛巴引到一个危险的地方去。有一天，辛巴一个人在玩，刀疤悄悄地走过来，他对辛巴说：“辛巴，你知道大象墓地吗？那里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，地上有很多象牙，白白的，像宝石一样。你敢去那里看看吗？”辛巴是一个勇敢的小狮子，他听到神秘和宝石这两个词，就非常想去。他说：“我敢去，我当然敢去，但是爸爸不让我去远的地方。”刀疤说：“没关系，你是一个勇敢的王子，你应该自己去探险，不要告诉你爸爸。你回来以后，他就知道了。”辛巴想了想，觉得叔叔说的对，就答应了。辛巴不知道大象墓地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，那里住着很多猎狗，并且没有树，没有水，只有一片片白骨。辛巴一个人跑到大象墓地，他看到了很多大象的骨头，很大很大，白惨惨的，他觉得很害怕。这时候，猎狗们从石头后面跳出来，他们围住了辛巴，咧着嘴，流着口水，要吃掉他。辛巴吓得大叫：“救命！救命！”幸好木法沙听到了辛巴的声音，他飞快地跑过来，用他巨大的爪子拍打猎狗，把猎狗们赶得远远的。木法沙把辛巴救了出来。回到家里，木法沙很生气，但是他努力压住了自己的怒火，没有大声骂辛巴。他对辛巴说：“辛巴，你要记住，真正的勇敢不是去冒险，而是做正确的事情。你不听我的话就去危险的地方，这是不对的。我永远不会放弃你，但你也要学会保护自己。”辛巴知道自己错了，他低下了头。刀疤看到辛巴安全回来，非常生气。他第一个计划失败了，但是他没有放弃，他想了更坏的办法。他对猎狗们说：“你们去赶一群角马，把他们赶到那个窄窄的峡谷里，我要让他们跑起来，越快越好。”猎狗们就去做了。角马是一种很大的动物，像牛一样，但是跑起来非常快。当成千上万的角马一起奔跑起来的时候，声音像打雷一样，地面都在震动，没有人能挡住他们。猎狗们把角马群赶到了一个峡谷里，那个峡谷两边是高高的悬崖，中间只有一条窄路。角马们被猎狗吓到了，发疯一样往峡谷里冲。然后刀疤找到辛巴，他对辛巴说：“辛巴，不好了，角马群冲进了峡谷，你的爸爸正在下面救那些小动物，你快去帮他。”辛巴听了非常着急，他二话不说就冲下山谷。但是他到了下面，没有看到爸爸，只看到无数的角马像洪水一样冲过来。辛巴吓坏了，他拼命地躲，但是角马太多了，他跑不掉。木法沙在山上看到这个情况，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救救我的儿子。他不顾自己的危险，跳进角马群里，左冲右突，最后用身体把辛巴顶到一块安全的大石头上。他对辛巴说：“快爬上去！”辛巴爬上去了，安全了。木法沙自己也要跳上去，他用爪子抓住石头的边缘，正准备用力爬上去。这时候，刀疤站在悬崖上面，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哥哥，眼睛里全是冰冷冷的恨意。木法沙看到刀疤，很惊讶，他说：“弟弟，救救我，拉我上去。”但是刀疤没有伸手，反而用他尖利的爪子抓住木法沙的前爪，冷冷地说：“国王万岁！”然后把木法沙推了下去。木法沙掉到了峡谷里，无数角马从他身上踩过去，他再也没有起来。辛巴站在石头上，清清楚楚看到了这一切。
他哭喊着：爸爸，爸爸，你快起来！但是木法沙一动不动，辛巴的心像碎了一样。后来角马群过去了，峡谷里安静下来。刀疤走到辛巴面前，假装难过的样子，说：辛巴，你看到了吗？是你害死了你的爸爸。如果你不跑到峡谷里去，他就不会死。你是一个凶手。辛巴哭着说：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会这样。刀疤说：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你不能回荣耀国了，大家都不会原谅你的。你走吧，走得远远的，永远不要回来。辛巴非常难过，他觉得自己真的有罪。他低着头，哭着跑出了荣耀国，跑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辛巴跑了很久很久，他穿过了沙漠，趟过了河流，翻过了山丘。他非常累，非常饿，也非常伤心。他的心里全是自责和痛苦。最后他倒在了一片滚滚的沙漠里，晕了过去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躺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，旁边有树荫，还有清凉的水滴。他睁开眼睛，看到两只动物正俯身看他。一只是疣猪，它的身体胖胖的，皮肤是灰色的，脸上有2颗大牙齿，看起来很可爱。它的名字叫鹏鹏。另一只是猫鼬，它很瘦很小，站着的时候像一根棍子，非常活泼。它的名字叫丁满。丁满对辛巴说：嘿，你好，醒了吗？你在沙漠里晕倒了，我们把你拖了过来。辛巴说：谢谢你们，我叫辛巴。鹏鹏说：辛巴，你是一只狮子啊，你好壮，你从哪里来？辛巴不想说过去的事，他低下头说：我只是路过。丁满看出他不开心，就说：没关系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你饿了吧，我给你做点好吃的。然后丁满和鹏鹏找来了很多小虫子，有白色的、绿色的，在树叶子上爬。辛巴从来没有吃过虫子，他觉得虫子很恶心，但是他已经饿得不行了，就闭着眼睛吃了一口，味道还不错，他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丁满和鹏鹏看着他吃得开心，也笑了起来。丁满和鹏鹏是非常好的朋友，他们住在一片大森林里，每天的生活很简单。他们早上找吃的，中午在树荫下睡觉，晚上看星星。他们对辛巴说：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生活口号，叫哈库拉玛塔塔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要担心，开心就好，没有什么烦恼值得一直想着。丁满还唱了一首关于哈库拉玛塔塔的歌，鹏鹏跟着跳舞，辛巴看着他们，终于忍不住笑了。辛巴渐渐喜欢上了这种简单的生活，他不再想过去的事情，不再想爸爸的死，不再想刀疤。他每天跟丁满和鹏鹏一起找吃的，一起游泳，一起在草地上打滚，慢慢地长大了，变成了一只很强壮的大狮子。它的鬃毛长出来了，金黄色的，在太阳下很漂亮。但是辛巴的心里总有一个地方是空的，他有时候晚上会躺在草地上，看着天上的星星，想起爸爸以前跟他说过的话。木法沙曾说过：辛巴，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是过去的国王，他们都在天上看着你，我也会变成一颗星星，永远保护你。辛巴想到这些，心里酸酸的，但是他又摇摇头，对自己说：不要想了，哈库拉玛塔塔。有一天，辛巴正在森林里散步，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他：辛巴，真的是你吗？辛巴猛地回头一看，是他的好朋友娜娜。娜娜是辛巴小时候最好的玩伴，他们一起在草原上追逐打闹，一起学捕猎。娜娜现在也长大了，变成了一只很漂亮的母狮子。辛巴看到娜娜，又惊又喜，他说：娜娜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娜娜跑过来，激动地说：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知道吗？荣耀国出大事了。辛巴的脸色变了，他说：什么事？娜娜说：刀疤当了国王，他是一个非常坏的国王，他让猎狗们随随便便捕猎，把动物们都吃光了，草原上的草干死了，
河里的水也干了，动物们不是被抓起来就是饿死了，大家过得都很痛苦。我是偷偷跑出来找救兵的，我找到你是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希望。辛巴听了低下了头，他说，我不回去，那里不是我的家。刀疤说的对，是我害死了爸爸，我没有脸回去。娜娜看着急切地说，不是的，辛巴，你爸爸的死不是你的错，那是刀疤做的，你知道吗？辛巴说，别说了，我不想提。娜娜说，你必须提，你是国王的儿子，你应该去拯救荣耀国，你的子民都在等你。但辛巴还是摇摇头说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有朋友，有吃的，我不想回到那个痛苦的地方。这时候一只老狒狒从森林里走了出来，他就是拉菲奇，荣耀国的智者。他拄着一根木棍，慢慢地走在辛巴面前。辛巴说，拉菲奇，你也来了？拉菲奇没有回答，他用木棍敲了敲辛巴的头。辛巴说，你干什么？拉菲奇神秘地说，我没事儿，我只是一直在等你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的爸爸还活着。辛巴说，不可能，我亲眼看到他死了。拉菲奇说，不相信的话跟我来。拉菲奇带着辛巴到一个安静的水塘边，让辛巴往水里看，水面很平静，像一面镜子，映出了辛巴的脸。拉菲奇说，你看，你的爸爸就在你心里，你看着他，他就是你。辛巴看着水面，一开始只看到自己的脸，但是渐渐地他好像看到了爸爸的脸，然后听到了爸爸的声音，辛巴，你要记住你是谁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你是真正的国王，不要逃避你的责任。辛巴眼泪掉下来，他终于明白了，他不能永远地躲着，他必须面对过去。他说，我明白了，我要回去拯救我的家。辛巴决定回去，娜娜很高兴，她陪着他。丁满和鹏鹏也说，辛巴，你去吧，我会支持你的。他们就一起出发回荣耀国了。当他们走到荣耀国的附近，眼前的景象让辛巴大吃一惊。草原上一片枯黄，没有绿色，树都是光秃秃的，没有叶子，河流干成了泥沟，动物们都看不见了，只有几只瘦骨嶙峋的斑马在远处徘徊，到处是猎狗的身影，它们在到处找吃的，乱咬乱叫。辛巴非常难过，他对自己说，这是我的家，我必须把它夺回来。刀疤正坐在国王的石头上，但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，他更瘦了，更老了，毛也乱了，他看起来很累，因为他要管着那么多猎狗，他们总是吵架，总是吃不饱。他看到辛巴走过来，先是吓了一跳，然后冷笑一声说，哦，这不是我亲爱的侄子吗？你还活着？你回来干什么？辛巴冷静地说，我回来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我是真正的国王。刀疤哈哈大笑，你这个小可怜，你有什么资格当国王？是你害死了你爸爸，所有人都知道。辛巴说，不是我，是你把他推下去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刀疤说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谁会相信你这个小骗子？这时候辛巴走到石头下面，大声对所有动物说，大家听着，刀疤是凶手，他杀死了我的爸爸，然后骗了我，让我离开，他骗了所有人。动物们开始议论纷纷。刀疤急了，他小声对辛巴说，如果你现在走开，我可以让你活命。但是辛巴坚定地说，不，我不会跟你做坏事，我要让真相大白。刀疤恼羞成怒，他大吼一声，扑向辛巴。两只狮子开始激烈地打斗，它们的爪子互相抓，牙齿互相咬，从石头上打到下面，又从下面滚到石头上，尘土飞扬，所有的动物都在旁边看，很害怕。辛巴虽然年轻，但是他充满了正义和力量。刀疤虽然老练，但是他心虚，而且体力不如辛巴。打了好久，最后辛巴用尽全身的力气，把刀疤从高高的石头上推了下去。刀疤掉到了山谷里，
辛巴胜利了，所有动物都欢呼起来。娜娜跑到辛巴身边，亲了亲他，说：“辛巴，你是我们的国王，你做到了。”辛巴慢慢地走上国王的石头，他站在上面，抬头看着天空，天空中有云，有太阳，他仿佛看到爸爸在云里对他微笑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吼叫，那吼声很大很大，传遍了整个草原，传到了山的那一边。所有的动物都跟着吼叫，大象长鸣，鸟儿高歌，大家都在欢迎新国王。辛巴站在石头上，看着他的王国，他决定要做一个好国王，像爸爸一样善良勇敢。他首先让猎狗们离开荣耀国，永远不要回来。然后他让动物们慢慢回来，告诉大家按照自然的规律生活。他还请拉菲奇帮他治理国家，教他怎么做一个明智的国王。不久以后，天空中出现了乌云，雷声轰隆隆地响，然后大雨哗哗哗地下了起来。雨水浇在干枯的土地上，小草从土里钻出来，树上的新叶也长出来了，河流又开始流动，池塘又满了，荣耀国恢复了原来的美丽，它甚至比以前更美了。动物们又过上了快乐安全的生活。辛巴和娜娜结婚了，他们非常相爱。后来娜娜生下了一只可爱的小狮子，辛巴抱着自己的孩子，站在高高的石头上，像当年木法沙一样，把新生命高高举起来。阳光照在小狮子身上，草原所有的动物都在欢呼庆祝，一个新的生命，一个新的希望。荣耀国世世代代会一直延续下去。Awesome! You made it to the end of the story. You're one step closer to complete fluency. See you in the next one.